叶晨四人下船的时候，短暂的白天已经接近尾声。船边100米外的冰盖之上，3个北欧极地科考队员正在雪地车旁边等候。他们收到的消息是，这次给科考站补给完燃料以及各种物资之后，他们要给科考站设定无人运行状态。科考站的供电、供热和供水都将自动化运行，并且保持可供人生活的状态。仪器设备会对运行状态以及科考站内的温湿度、空气质量以及含氧量等关键指标进行记录。如果今年科考站整个冬天的无人运行都顺顺利利，明年就可以真正留一批科考队员在这里过冬了。由于南极的冬天没有太阳，风力也不稳定，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可用的清洁能源。最稳定的能源获取渠道就是柴油发电机组，而且柴油发电机组在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刚好也可以用来给科考站供热。所以这次科考船要给科考站补充至少150吨柴油，以供整个冬季的运行。燃油的运输相对麻烦，至少需要2-3趟才能够运完，所以这些科考队员也都做好了忙碌的准备，想着今早结束任务，回到北欧那温暖的家。当见到叶晨4人的时候，站点过来的3个科考队员都有些诧异。他们驾驶一辆雪地牵引车牵引成员座舱，本意是想着把船上能帮忙的人带回去，没想到随船的竟然还有4个亚洲面孔。叶晨主动上前跟为首那人握了握手，用灵气做心理暗示的同时，向3人自我介绍道：诸位，我是军方的气象专家，这次来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在这里的时候要对我的工作绝对配合，离开之后要忘掉我的存在，能做到吗？3人立刻异口同声地回答：能做到。叶晨点点头，问为首那人：你怎么称呼？对方恭敬地说：我叫查尔斯，查尔斯·约翰逊。叶晨问他：好的，查尔斯，你们现在一共有几个人在科考站？查尔斯说：我们原本是16人的团队配置，不过多数人在夏季末就已经回去了，现在就我们3个人留在这里做冬季无人运行的准备工作。叶晨点点头，吩咐道：那现在先送我们过去吧。查尔斯点头道：没问题，诸位请上车，我的2位同事会负责驾驶车辆把我们带回去。叶晨4人在查尔斯的陪同下登上成员座舱，另外2人则直接坐进雪地牵引车的驾驶室。随后车辆启动，朝着100多公里外的科考站进发。南极大陆是真正的世界尽头，周遭除了冰雪就是无尽的山川，也没有真正修出来的路，只是大部分地界都比较平坦，所以雪地车可以轻松通过。而这里四周完全看不到半点人类留下的痕迹，或许是地球上唯一一个和几亿年前比起来也几乎没什么变化的处女地。根据查尔斯的介绍，南极内陆的科考站其实分布的并不算集中，从海岸线向内100多公里开始零星分布。北欧这个科考站算是离海岸线比较近的，多数其实都在200-300公里深的内陆，有的科考站甚至远在南极点附近。如果要从陆路过去，至少要上1000公里路程，在冬季几乎不可能抵达，唯有在夏季通过冰盖上的简易机场来进行物资补给和人员调度。即便如此，到了冬季，绝大多数的科考站都要停止运行。在这个比加拿大国土面积还要大的南极大陆，冬季依旧会运行的科考站寥寥无几。叶晨还从他那里了解到，一旦入冬，这些还在运行的科考站都有着严格的行动准则，没有意外情况，不允许他们离开科考站超过24小时。这也就意味着大家的活动范围都会受限，所以各个科考站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干涉。叶晨又问到极光，查尔斯告诉他，最近南极已经开始进入极光季，只是还没有进入极光高发时间，所以在北欧科考站基本上2-3天能看到一场。不过一旦到了4-5月份的极夜，极光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甚至一连数日持续不断。这对叶晨来说几乎是完美的闭关环境。雪地车辆在南极的夜色中行驶了几个小时，
终于在一片低矮的建筑群中央停了下来。北欧的科考站从外面看起来并不起眼，甚至有些寒酸。正面是一排近100米左右长度的架空平房，左侧有几座相同造型和规格、排列非常有序的拱形建筑，至于右侧，则矗立着几座特殊建筑。建筑上方还搭载安放了各式各样的设备，似乎有通讯设备，也有气候监控设备。整个建筑群中央停放着好几台各式各样的特种车辆，无论是运输车还是铲车、起重机、挖掘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履带式的行走装置。车辆停稳之后，叶晨几人从温暖的车厢中下来。虽然只是向内陆行进了100多公里，但由于太阳已经消失几个小时，所以温度比之前刚下船时还要冷上不少。查尔斯的潜意识里，叶晨几人都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军方人员，所以他非常客气热情地说，现在降温厉害，4位可能还没太适应，咱们赶紧先进去吧。叶晨点点头，身边3个女人倒是一点没觉得冷，都好奇地四处看个不停。毕竟这种地方一般人想来也确实没机会，尤其是冬天就更没可能了。叶晨对查尔斯说，你先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整个科考站的情况和运转方式吧，比如都有哪些硬件设施，以及必要设备的基本操作方法。查尔斯点点头，向4人介绍道，咱们面前的主体建筑就是科考站所有居住以及日常室内的工作区域，里面所有的室内空间都配有电热地暖设施，而且有24小时的热交换新风以及加湿设备，再加上分子筛的制氧系统，所以基本上可以做到恒温、恒湿、恒氧。说罢，他指着左侧几座拱形建筑，说道，我们的发电机组就在左侧的第1个设备舱内，一共有5套柴油发电机组，3主2备，另外配有1套储能系统，以确保供电的万无一失。第2个设备舱内是我们的融冰设备以及储水设备，利用柴油机组运行时的温度以及电力，对储存的冰川冰进行缓慢融化，在经过净化之后储存在储水罐内，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房间。叶晨问他，这些设备都是自动运行的吗？对，查尔斯说，所有设备在设定好模式之后都会自动运行。柴油发电机组会根据用电载荷来调整功率，融水设备也是一样，里面储存了大量的冰川冰，至少有1000立方米，再加上埋在地下的蓄水池，也有将近100立方米。叶晨点点头，1000多立方米的水应该足够4人用上一个冬天。查尔斯又介绍道，我们的储油罐全都建在咱们主体建筑的外围地下，做了充足的防燃防爆措施，最大可以存放500吨高标柴油。除了发电机组之外，所有的车辆也都是柴油动力。叶晨问他，那怎么给这些车辆加注燃油？查尔斯带着叶晨来到中央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中央位置有4台专为极地开发的加油机。查尔斯一边向叶晨展示如何给车辆加油，一边介绍道，这里的燃料都是混合了航空煤油的超低凝点柴油，零下70度也可以正常流动，所有车辆也都是经过极地改造的，除了需要额外多花点时间来预热之外，其他的方面使用起来和内陆的车辆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叶晨特地向他请教了封闭式雪地车的操作方式，都搞清楚之后，这才让查尔斯带大家到科考站内部了解一番。虽说外面是零下50多度的极寒天气，但科考站主体建筑的内部气温竟然足足有26度，里面的建筑面积大概有4000多平米，除了一些专业的科研以及实验室之外，还有多达20个房间，和科考船一样。这些房间从4人间到单人间不等，每个房间都配备一体式的简易卫生间和淋浴间，污水有自动化的循环再利用系统，沉淀的污泥以及固体污垢则自动收集，随补给船运回本国处理。餐厅、厨房都有不少食物储备，虽然不够科考站满载运行一冬天，但好在叶晨他们4个人里，只有林婉儿需要进食，其他人完全可以辟谷，所以这些物资也算是相当充沛。
查尔斯还向叶晨介绍，除了日常所需的设备和物资之外，这里也有电视、电话以及卫星网络，所有通讯都通过卫星，效率并不比内陆慢，有任何情况，叶晨都能第一时间跟外界取得联系，其他人也可以第一时间联系上他。不过，这种网络保障仅限于在科考站范围内，如果离开科考站前往野外作业，外面那些车辆内部都安装了马斯克的星链系统，在整个南极大陆基本都有信号覆盖，而且速率也不慢，带宽已经超过100兆。叶晨对星链的覆盖率以及速率颇为惊讶，他以前没接触过这种产品，没想到在极地竟然还能保证如此全面的网络服务。自己让郎红军搭建的卫星通讯，就算第一阶段完成并且投入使用，也就最多可以确保全球除了2大极地之外的基础通讯。要想做到这种无死角的高速网络覆盖，卫星数量还需要几何倍的增加。在叶晨基本掌握科考站设备和车辆的操作方法时，运油车正不断往返与科考船中间。他们用了整整30个小时的时间来补充燃油以及其他必要物资。在物资补充完成之后，又将大量垃圾打包装车。在最后一辆车装满并完成运输之后，时间已经过去3天。这3天，叶晨看到了2场极光，但因为其他人还在不停工作，所以他这3天并没有离开科考站，带补给团队以及留守的3人做好一切工作，准备返程的时候，叶晨在科考站外目送他们的车辆离开。所有人在离开科考站之后，都完全忘记了叶晨的存在。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这座科考站已经进入到无人运行阶段，下次有人来，就要等到下半年南极入夏的时候了。待这些人走后，叶晨所在的科考站方圆几百公里内，只剩下他们4个人。叶晨打趣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地方。可有趣的是，大家谁都不觉得孤独，相反，4人心中都觉得这是人生中难得的机会，能让人彻底远离尘嚣。就在4人刚刚在科考站安顿下来的时候，一艘日本科考船从乌斯怀亚港起航。茫茫海面之上，一艘渔船正在海中飘飘摇摇。吴柏林盘腿坐在船舱内闭眼打坐。这时，吴思远跑进来，激动地说，大长老，您等的科考船来了。